八炯，你不是要当面呛傅昆萁吗？反攻复国啊，就是民党神主牌之后呢，就一定可以去拿红包的。突然之间，八炯的嘴型不见了。哎呀，走过去哦，他有讲那么多句话吗？马上被郑克爽踢爆。沉默如金，奇怪了，这边才是干大事。就到现场拿出那2张反共牌，头低低的，像个小贼精一样。然后呢，讲话大哥，你不是要送吗？怎么乖得跟孙子一样啊？怂宝，八炯在现场，谢谢，小鸟还信他。真是好笑，副主任你多怕了你，做贼心虚，几月护驾花莲网？不是啊，大哥，他根本就没有冲大怂包，所以他真的是来摆拍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么烂的文案，35万人看，24000赞，我的天哪！所以现在中共同仁的门槛是什么？特鱼、特肥、特傻、特好钓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民进党在过年期间罢免玩的可真溜啊！八炯赴花莲遇正蓝军出面罢傅昆萁，全台11位蓝委第一阶段联署过关。八炯拿福袋回送2奖反共小卡，遭傅昆萁拒收，不断的在动员青鸟，全台塑造罢免蓝白的立委就是反共的氛围。比如说在嘉义咖啡厅就晒出我缴税不是为了养共匪，讲了这么厉害，到底八炯当面呛了傅昆萁什么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八炯，今天是大年初4啊，准备要去跟副总召傅昆萁啊、国民党立委，还有我们的花莲县长许真伟去领过年红包，听起来很正常。然后他就跑去找傅昆萁。啊，我身为花莲县民，我可以拿吧？我可以排队嘛？咱们不吵不闹嘛，就乖乖的排队。他一开始打了一个预防针，我们不吵不闹，乖乖的排队。你想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要去找傅昆萁吗？你不是要当面呛傅昆萁吗？这是国民党的，我可以去吧？反攻复国啊，就是民党神主牌之后呢，就一定可以去拿红包的。他就开始跟拍傅昆萁的行程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他拍那么暗。他听说，有警察在帮助那边有学生，没想到最大的这边才是干大事。突然之间，八炯的嘴型不见了。哎呀，走过去哦，奇怪，他领了就走过去了，他有讲那么多句话吗？哎，你不是要送傅昆萁那2张反共的吗？你送去哪里了？这个是在说傅昆萁是中共同路人，是共匪立委。民进党在整个过年期间都在玩我缴税不是为了养共匪这个梗，这个是黑熊青鸟社群所发动的梗，而现在八炯作为青鸟头，所以他就这样干，然后从小就是关圣帝君的信徒嘛。这个时候声音变得很清楚，应该知道我们立场不同吧？对，我刚送这给他，不要，不敢拿。不是啊，你有送吗？你有开口吗？怎么看老半天没有？果然马上被郑克爽踢爆。现场原因哦，其他人都在拍哦。他连跟徐真卫说你做的比你老公好，他都没有讲，沉默如金。哎，大哥。为什么要加那么重的配乐？因为他根本没讲话，事后配音。你说要干大事，结果到现场，好乖哦。他说要送给傅昆萁哦，问题是傅昆萁是拿给他红包，他根本没有嘟过去，他也没有说要送他。你看他的小动作，他拿出那2张反共牌，压在手上，头低低的，像在做坏事一样，像个小贼精一样。副总召，然后呢？讲话啊，大哥，你不是要送吗？你送至少要丢出去吧。副总召好，奇怪了，怎么乖得跟孙子一样啊？我要干大事。然后看到徐真卫你不敢呛，傅昆萁你不敢呛，好歹人家红内裤还敢脱下来，大喊消财误国。哎，你八炯会不会太孬了啊？一句话都不讲啊！没想到最大的反派所以原来八炯所做的一切，其实他是中共派来的间谍吗？他是真正台派里面的反串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你终于自己坦诚了吗？八炯啊，你自证其罪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呢，他想证明什么？他想证明我很勇，我带领花莲人罢免傅昆萁。所以第一阶段联署单总计7167张，突破1938门槛。然后他要去送件了，那你就快送件吧，反正是一定会送件成功的啦。然后在那边到处说傅昆萁总召，我没那么可怕对吧？请30多个刑警警察兵役会不会太多了？结果从头到尾都是来摆拍的，刑警便衣警察，那不是副总召
请来的，是因为县长在这里，县长本来就有维安，谁理你呀？县长，谢谢，你这么乖，哪需要维安？你连演都没有演，超不敬业的耶！小鸟还信他，给他23000个赞哎！真是好笑，副主任你多怕了你，做贼心虚，几月护驾花莲网，不是啊大哥，他根本就没有冲，笑死，亏心事做太多是不是？很夸张哎，跟立法院花莲王出巡搞得跟正副总统一样，就跟你说是县长在现场了，上百人在这边，派个30几个警察维护秩序又怎么样了？八炯就是一个大怂包，超级怂，所以他真的是来摆拍的。结果最后找了他们一开始就串通好来抗议的青鸟，访问他们，营造出现场罢免好热闹哦，傅崐萁要被罢免哦。然后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么烂的文案，35万人看，24000赞，我的天哪！所以现在中共同仁的门槛是什么？民进党把八炯给捧上天，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傻鸟群众就越来越傻，越来越疯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八炯打这一波，他为什么去弄傅崐萁？因为抗中保台这个 IP 已经不香了，所以为了把这个 IP 重新再复活，旧瓶装新酒，以前是蓝的反共，现在是绿的反共，而这个支点就是八炯，目标傅崐萁，因为傅崐萁是国民党总召，第二个他是地方派系的头，第三个他是强调两岸要交流正常化的人，就把反共救国、抗中保台这8个字框在一起，所以就来罢免傅崐萁下来，背后还有柯建铭，所以柯建铭又发了一篇新的废文，抢救台湾只剩最后一天，台湾人你可以不急吗？哦，所以他们就是把这全部都把它连结在一起，然后现在新的目标是黄国昌。道理很简单，黄国昌是不分区，没办法直接罢免，所以对付蓝营的总召由八炯来出手，对付白营的总召黄国昌由柯建铭来出手，所以我是民进党总召，捍卫党的价值跟尊严是我的天职。好，每一个人不敢得罪黄，小草意识受骗，今天该真相大白了吧？当时民进党都不知道黄国昌是被中国收买的，所以抗中保台、反共救国，对抗的是蓝白通共、立院共匪。傅崐萁、黄国昌就是2大在野共匪头子，所以青鸟运动传颂全球，史诗篇章，柯建铭一生之敌最为传神。所以民进党现在这样催促青鸟极端化，政客青鸟化，媒体收割化，最后造成蟾蜍狂暴化。